欢迎收看游戏柜，我是维克。我的唯一感想就是作者疯了，他到底从哪里来这么多的想法跟创意啊？文字游戏把整个画面都用作文字来呈现，而且细节满满，藏了很多小巧思。玩家操控的主角在画面上就是一个单纯的"我"字，当走动时，你还能看到这个字底下有两个小脚丫在蠕动。故事主线看似是很传统的 RPG。这个文字世界被妖怪占据，魔龙的冰冻法术会将文字冻结，使文字失去生命。如今他占据着城堡，绑架了公主。传说只有勇者能够利用文字之力来拯救世界，而我们的主角便是那个拥有特殊能力的人。他必须收集3件圣器，前去击败魔龙，拯救公主。在游戏里，场景中的所有文字都能拿来利用，甚至有时候你必须跳脱框架。连旁白叙述的文字也能成为你的工具。例如，我们必须用铃声叫醒店长艾斯，但是门铃离艾斯太远了。于是我们可以利用游戏旁白出现的铃字，刚好它就在艾斯附近。这种设计在游戏中很多。一开始玩的时候，我本来觉得这整个游戏过程大概就是看作者精心设计的单项表演而已，解谜本身可能没那么有趣。直到第一场 BOSS 战打响，节奏感十足的音乐搭配着紧凑的文字攻防，那种紧张感才真正让我融入进去。游戏中的3件圣器各有不同的超能力，剑的能力是删除文字。手套的能力是移动文字，头盔的能力是拆解组合文字，这些能力让你能任意改写句子的意思，进而扭转眼前的现实。刚开始的关卡蛮简单的，毕竟只要思考1-2句话的逻辑。但是当随着进度推进，画面上的选择开始变多的时候，例如这样，请问这时阁下该如何应对？中文确实博大精深，有时候面对满萤幕的字根本无从下手。幸好游戏内建了一个提示系统，当你觉得卡关时可以寻求帮助，系统提供3种不同程度的提示，而最后一个基本上就是把答案直接摊给你看。但像我这种带点自虐倾向的玩家，不到最后关头是绝对不会看提示的。但不得不说，有些谜题真的太难了，游戏常常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再加上画面上可以互动的文字实在太多，尝试错误的过程相当漫长。还有就是有些谜题的解法词语上感觉有点生硬，虽然逻辑上合理，但平常说话根本不会这样用啊。例如，为了过这关，你必须拼出量力实现这个词。虽然合理，但感觉平常不会这样说。接着，我想聊聊这款游戏最精彩的反转，以及我觉得最震撼的一个核心设计。以下有雷，请注意哦。在这里，游戏把主角拆成2个非常有趣的阶段。前半段我们操控的角色在画面上是一个单纯的"我"字，这个"我"是活在作者既定剧本里的故事主角。他虽然拥有强大的文字之力，但他所有的前进、战斗、去拯救公主，其实都在被安排好的文字轨道上。所以，不论我们在第一轮怎么努力挣扎，最终迎战魔龙时，都注定只能走向失败。因为这本小说的创作者在现实中正陷入无法克服的绝望，他写不出好结局，故事里的我也就无法战胜命运。但当我们失败后，游戏打破了第4面墙，这时候我们操控的符号从"我"转变成了"人"。这个人呢，才是坐在萤幕前拥有自由意志的玩家本身。此时，玩家真正入局了。我们不再只是顺着文字读下去的角色，而是获得了修改权的参与者。我们不再受限于故事的框架，开始操控着人字，来回穿越过去经历过的各个故事章节，在既定的历史中做出一点关键的改变，引发蝴蝶效应。当做好万全准备，让人带着所有修正后的历史，再一次拔剑迎战魔龙那一刻，那段演出的气势与结构上的精妙，真的让我起鸡皮疙瘩。然而，当最后终于打败了魔龙，拯救了公主，迎接我们的却是最残酷的真相。
原来公主身怀一种特别的诅咒，会让周围的文字逐渐死去崩坏。为了不让这个世界分崩离析，魔龙才选择把公主冰封在自己身体里。所以从头到尾，魔龙其实是在保护这个文字世界。魔龙死后，游戏给了玩家2个抉择：第一，杀了公主就没有诅咒，拯救世界；第二，与公主长相厮守，管这个世界去死。老实说，我们跟这个公主从头到尾也没说上几句话，选第2个其实蛮奇怪的。我永远记得我在这个选择画面调查了好久，走来走去，这边砍一砍，那边拉一拉，因为我不相信游戏会用这么普通的方式结束，一定还有第3种选择。结果还真的被我找到了。成为作者。突然间，整个游戏的视觉转变成了第一人称的 3D 房间，从文字世界瞬间跳到 3D 空间，真的让人有种哇，这是神作啊！不过这画面视角看久了其实有点晕了。在这个 3D 空间里，经过一番探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玩家刚刚玩的那一整段勇者打魔龙救公主的故事，都只是眼前这位作者写下来的文字冒险小说。而这位作者是一名失忆的作家，此时正在为了故事的结尾而苦恼。可以知道他已经结婚并有一个女儿，但不知为何此时2人都不在家，他独自过着隐居般的生活，屋子里的言语跟笔记中尽是对女儿的思念。直到走到顶楼，看见那个设备，一切的谜底才真正揭晓。原来他的女儿生了一种怪病，身体逐渐衰弱，并慢慢的失去语言能力。在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情况下，父亲只好将她放入冷冻舱，祈求未来某一天能找到治疗方法。看到这里，现实与虚构的意象全部对齐了。故事里的公主就是病床上的女儿，文字世界的崩坏就是女儿逐渐失去的语言能力，而生活中的庞大压力就是游戏的怪物。我们在故事里找不到完美的好结局，是因为现实中的父亲也正处于无能为力的绝望之中。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令人遗憾的是，游戏故事依然没有个标准的结局。这位爸爸在人生中最后似乎也没有等到女儿醒来。说真的，完全想不到这款外表看似轻松的文字解谜游戏，核心竟然包裹着一个这么令人沉重而且鼻酸的故事。但在通关之后，团队还是温柔的给一些慰藉。桌面会形成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个记事本，暗示着在很久以后的未来，女儿顺利苏醒了，并且读着爸爸当年为她写下的这段勇者故事。而这个文件还有一个有趣彩蛋，只要你稍微改变一下比例，你就会发现这是故事里面角色的大合照。那这次的游戏柜就到这边，我是维克，我们下次见，拜拜。